你能相信吗？西安耗资50亿打造的大唐不夜城，半年竟然只赚了23万元，人均消费仅1.5元。夜夜笙歌的场面，好像中国还在繁荣盛世。更有甚者，一个耗资20亿打造的古城，主要收入竟然来自停车收费。可笑的是，总有小粉红在我视频下留言，说什么中国经济没有衰退，说什么景区到处是人。现在现实狠狠打脸了。曲江文旅这个曾经让无数游客魂牵梦萦的文旅巨头，如今却沦为了亏损的代名词。2024年上半年，当其他行业都在歌颂复苏的喜悦时，曲江文旅却交出了一份令人心惊的成绩单。营业收入7.7亿元，看似不错，同比增长11.9%。但是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利润一栏时，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跃然纸上，归母净利润竟然亏损1.87亿元。这不仅仅是由盈转亏那么简单，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事实，亏损幅度同比扩大超过15倍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曲江文旅是一个人，那么他现在就像是一个穿着华丽外衣的乞丐，表面光鲜亮丽，内里却已经空空如也。曾几何时，曲江文旅是中国文旅业的骄傲。它拥有大唐芙蓉园、曲江海洋公园、大雁塔景区等一众耳熟能详的景点。然而，从2019年开始，这个曾经的巨人开始摇摇欲坠。2019年，疫情的阴霾笼罩全球，曲江文旅的净利润几近腰斩。2020年更是出现了上市后的首次亏损。从2020年到2023年的4年中，除了2021年勉强盈利了0.07亿元，其他3年都是亏损。2024年上半年的惨状更是令人不忍直视，亏损1.87亿元，几乎赶上去年全年的亏损额。这不禁让人怀疑，曲江文旅是否还有重振旗鼓的可能？曲江文旅的20家子公司中，竟有12家处于亏损状态。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战场，到处都是伤员。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大唐不夜城。这个曾经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的网红景点，2024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为23.53万元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每天人山人海的景区，半年下来却只赚了一个普通白领几个月的工资，这是何等的讽刺！而大明宫遗址公园公司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，上半年亏损近6000万元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曲江文旅8家盈利子公司利润总和的2倍。这哪里是什么文化遗产，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。如果说曲江文旅的经营状况是一场噩梦，那么它的应收账款问题就是这个噩梦中最可怕的部分。截至2024年上半年，曲江文旅前5大欠款方合计欠款约13.96亿元，占应收账款的84.66%。这些钱就像是空中楼阁，看得见摸不着。更可怕的是，累计坏账已经高达5.82亿元。从2022年中到2024年中，曲江文旅的应收账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9.31亿元、11.70亿元、13.96亿元。这哪里是应收账款，分明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。当我们深入曲江文旅的财务状况时，眼前的景象简直如同末日景象。截至2024年上半年，总负债高达26.92亿元。资产负债率从2022年中的67.48%飙升至80.94%。这哪里是一家上市公司，简直就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截至2024年5月31日，债务逾期金额合计2.53亿元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曾经辉煌的文旅巨头，如今却连债务都无法按时偿还，这是何等的凄凉！面对如此困境，曲江文旅开始了一系列自救措施，但这些措施
看起来更像是自杀。他开始疯狂变卖自己的核心资产：山河景区运营管理服务公司51%股权，大明宫遗址公园公司100%股权，唐毅投资公司40%股权。这哪里是自救，分明是在割肉啊！同时，他还在调整多个景区的管理酬金，加快应收账款催收。但是，这些措施能否真正挽救曲江文旅于水火，恐怕连公司高层自己都没有把握。曲江文旅的悲惨遭遇并非个案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整个中国文旅业时，眼前的景象更是令人不寒而栗。曾经熙熙攘攘的景区，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吞金兽。这是一个关于繁荣幻象破灭的故事，一个曾经璀璨的产业如何沦为亏损黑洞的血泪史。张家界，这个曾经让无数国内外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，如今正在经历着令人心酸的困境。今年以来，张家界挤满韩国游客的新闻频频登上热搜，给人一种旅游业蓬勃发展的错觉。然而，残酷的现实却是，张家界旅游集团这个被誉为山水旅游第一股的企业，预计2024年上半年归净亏损高达5800万至6300万元。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对中国旅游业抱有幻想的人清醒过来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这家拥有张家界景区环保客运、宝峰湖、杨家界索道等优质资源的企业，竟然还在为8年前的一个错误决策埋单。2016年，张旅集团斥资约20亿元建设大庸古城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项目，如今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。大庸古城的惨状令人心碎，有附近居民无情的评价，这就是一个假古城，还不如以前的南门口，免费我们也不去玩，没意思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投资20亿的项目，竟然连当地人都不愿意免费参观，这是何等的失败。更可笑的是，2023年大庸古城的主要收入竟然来自停车场服务。一个耗资20亿的文化项目，最终沦为一个高级停车场，这简直是对整个文旅业的莫大讽刺。张家界的困境并非孤立，放眼整个中国文旅业，几乎处处都是愁云惨淡。黄山旅游这个拥有天下第一奇山的企业，却在2024年上半年陷入亏损。桂林旅游漓江山水甲天下，但企业业绩却惨不忍睹。西安旅游古都文化底蕴深厚，却也难逃亏损的命运。这些曾经的文旅翘楚，如今却成了显眼包一般的尴尬存在。他们的困境不禁让人怀疑，中国的文旅业是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。大唐不夜城的案例，更是将中国文旅业的困境推向了极致。这个每晚都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，2023年上半年的人均消费竟然只有1.5元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景区，欣赏免费的表演，拍摄免费的照片，却几乎不花1分钱。这哪里是旅游景区，简直就是一个免费的主题公园。而景区为了维持这种繁荣，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，用于日常运维、演出和宣传。结果就是游客越多，亏损越大。这种越努力越亏损的怪圈，正在将中国的文旅企业推向崩溃的边缘。中国古城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林鹏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我国共有2800多座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古城镇，数量大概率是全球第一。但真正能被人们记住的有几个？这句话道出了中国文旅业的又一大困境——同质化。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无数所谓的古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它们有着相似的布局、相似的商业模式，甚至相似的表演节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游客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另一个城市，看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古城呢？大庸古城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在张家界这样一个以自然风光闻名的地方，
硬是要建一个人造古城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巨额投资打水漂，留下的只有一片荒凉。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，中国的文旅企业普遍缺乏持续的造血能力，他们过度依赖门票收入和政府补贴，而忽视了如何真正提升游客体验，创造持续的价值。中国文旅业的现状堪称是一面照妖镜，映照出了整个行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。从表面上看，游客如织，人气爆棚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个亏损的黑洞。